优基八菌神善财的72个故事。医生和死神。从前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，他对医学了若指掌，几乎无所不知。有一天，一位妇人来找他，说：“我女儿得了严重的肺炎，你能帮帮她吗？”医生说：“这里有3颗药丸，第1颗马上给她吃，如果她的病没有好转，就给她吃第2颗，如果还是没好转，马上来找我。”母亲问：“那第3颗药呢？”医生说：“如果你需要给她第3颗，那表示她的情况非常危急，这颗药效非常强。我通常不会给人吃这么猛的药，不过我还是给你留着，当做最后的备用手段。谁知道呢？万一我明天死了，而你女儿还没好转，你可能会需要它。”母亲回到家后对女儿说：“医生给我3颗药，现在先吃第1颗，再喝点水，2个小时内你应该就会好起来的。”2个小时以后，这位母亲回到房间来看，女儿还是病得很严重。女儿虚弱地说：“妈妈，我快不行了，你不能帮帮我吗？”母亲赶紧拿出第2颗药给她吃，但是又过了2个小时后，情况丝毫未见好转，女儿真的快死了。母亲吓坏了，看着她手提包里的第3颗药丸，她心里想：现在已经无所谓了，她病得这么重，我只能用最强的药了。于是她让她女儿吞下了第3颗药。当晚，母亲走到女儿床边，看见她脸色惨白，虚弱不堪。女儿抬头虚弱地对她说：“再见了，妈妈，我觉得我快不行了。”这时，母亲惊慌失措，冲到医生家门口，猛敲他的门。医生开门后，这位母亲大叫：“伟大的医生啊！我女儿刚刚向我道别了，她快走啦！”医生说：“那你应该给她第2颗药啊！”这位母亲喊着：“她吃了第2颗啊，我连第3颗也给她吃啦！”医生一听，你连第3颗都给了，却仍然没有见到效果，他立刻拿起医药箱，跟着她奔跑到他们家去。但是已经太迟了。当他们抵达时，这位女孩虚弱得几乎不能动，她一看就知道已经无力回天。医生回到家中，疲惫又沮丧。他心想：我算什么医者啊？我尽了一切努力，却什么都没用。这么多年来学医，到头来竟救不了一条命，简直是个笑话呀！他越想越气，冲进书房，叫来所有的仆人，把他所有的医学的书搬到后院去，准备全部烧掉。他说：“我再也不给任何人开药了。”仆人们都惊呆了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有人试图藏起几本书，但是医生发现后，强迫他们也把书加进书堆里。当医生正要点火烧书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灵体出现在他面前。那灵体走向他，问说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医生生气地说：“闭嘴！”灵体说：“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疗愈之灵，神派我来帮助人们疗愈他人。”医生说：“谢谢你自我介绍，但我还是要把这些书烧掉。”灵体问他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医生说：“我给那个女孩3颗药，应该可以完全治好她的。
这是我多年来学到的一切知识的结论。结果他还是快死了。灵体挥动手臂，在医生面前一抹。灵体说：现在我让你的双眼可以看到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。现在看看你看见了什么？突然，一幕出现在医生眼前。他看见女孩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虚弱不堪。在她旁边站着死亡天使，手里拿着那3颗药丸。死亡天使说：这3颗药本来是可以治好她的，但我手上有她的死亡令，她的时辰已经到了，应该要跟我走了。当把这3颗药丸放到她嘴巴的时候，我甚至不让他们碰到她的嘴唇，我立刻把药从她嘴里拿走。你看，他们在我手里全部都是干的，跟你当时给的一模一样。如果其中2颗有碰到她的嘴唇，她就会痊愈。拜托，没有必要焚烧你的书。你是一位有价值的疗愈师，是一位好医生。如果你治好了他的肺炎，我会让他发高烧；如果发烧没有带来死亡，我会让他不停地打喷嚏，直到灵魂离体。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我的工作就是要看到今天晚上8点钟他离开这个地球，因为另一个星球上已经有一位怀孕的母亲在等着她投胎。现在我已经迟到2个小时了，你为何不让我完成我的工作呢？说完，画面消失。医生突然领悟到，无论他拥有多高明的医术，死亡的力量远远超越了疗愈的能力。当一个人在这世上的时间到了，他就必须离开。他从未如此深刻地明白，没有人能逃过死亡。愿所有阅读这些故事的人都变得丰盛、美丽和幸福。借着这个谦卑的祈祷，愿我们分享这些流传千古的美妙故事，来帮助我们的记忆，引领我们的生活。当一个人爬上楼梯，从第1个故事到72个故事的最后一个，终会抵达无与伦比的美丽、丰富和幸福的顶楼。